末世降临，我逃生失败，掉进了丧尸王的怀里，为他喝了一瓶恋爱脑药水。下一秒，我听到了丧尸王的心声：好美，好香，抱回家当老婆。他一副痴汉丧尸脸，抱着我就往老巢跑。我是有老婆的丧尸了，嘿嘿，抱老婆回家生小丧尸宝宝。老婆，老婆，老婆。我听着他的心声，越听越惊悚，颤颤巍巍道：要不你还是把我咬死吧。他还是一副痴汉脸，歪着头，嘿嘿一笑。不摇，刚好发情期到了，要和老婆生小丧尸。我发情期，丧尸还有这个吗？正文开始，一种新型未知病毒突然席卷全球，感染病毒的人死亡率100%，他们死后尸体会复活，变成一个肢体僵硬、皮肤发白、见人就咬的吃人怪物，与丧尸电影里的丧尸一模一样。故此，人类将这种病毒称为丧尸病毒。末世就此降临。我许多肉，一个集美貌、智慧和手段于一身的美少女，在末世里撑了2个月，也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因为我所在的小区被尸潮包围了。整个小区里到处都是游荡觅食的丧尸，残肢断臂，尸块遍地，散发的腐败臭味令人作呕反胃，吃不下一点东西。尸潮包围小区已经有10天了，小区也早已停水停电，我已经到了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的地步。整个家里除了我，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能喝的只有末世前我在网上购买的价值2000块的一瓶盲盒，一瓶写着强效恋爱脑的药水。说明书上写着，强效恋爱脑药水，喝下去的人或者生物会秒变恋爱脑，爱上第一眼见到的人，副作用尚不明确。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喝了不解渴，扔了又舍不得，毕竟它值2000块。我把药水塞进了兜里，看着小区里乌泱乌泱的丧尸群，叹了口气，活着太难了，不如跟随大环境变成丧尸得了。但看到那些浑身腐烂的、残缺不全的丧尸，还有因为长期挨饿皮肤干瘪的丧尸，我立马就打消了这念头。算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先活着吧。我背上包，拿着菜刀，准备出去寻找物资。结果刚准备出门，就听到楼道涌入一大群丧尸，砰砰，嘶吼嘶吼，他们疯狂地在外面撞门，嘴里不断发出嘶吼声。我朝着猫眼往外看，恰好看到一个面部高度腐烂的丧尸对在猫眼处，我吓得瞳孔张大，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跑到卫生间一阵干哕，调整了一下后，我开始重新寻找外出路线。走门肯定是不行了，这时我发现楼下丧尸变少了，正好可以走窗。于是我将床单、被罩撕扯成布条，拴在床角，从4楼扔了下去，然后将菜刀放进背包里，顺着布条往下降。结果半路在3楼阳台和一个丧尸撞了个面对面。那丧尸闻到了我身上活人的气息，立马兴奋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松开了手，然后我整个人掉了下去。救命啊！危机意识让我本能发出呼救，但声音却把下面游荡的丧尸都吸引了过来。看着尸群迅速拥挤地聚集过来，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下真的要凉凉了，那就送自己一首凉凉吧。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这首歌的旋律，同时出现自己摔进丧尸群里，砸到地上，骨头断裂，内脏出血，被丧尸群撕咬分食的画面。然而想象的画面并没有出现，我不知道自己掉到了哪儿，后背撞到实体的地方有些麻，但不疼。咋回事？我这是掉哪儿去了？丧尸嘶吼的声音怎么没了？他们怎么没撕了我？我慢吞吞睁眼，赫然看到一张面色灰白、沾着血的脸。我靠！我掉丧尸怀里了。丧尸头发凌乱，沾着干涸的血渍，脸上有点脏，也沾着干涸的血迹，但五官看着挺精致的。此刻，他一双朦胧发白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他抬头看了看，又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看我。我整个人都傻了，感觉灵魂都在站立。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我大脑宕机，双手胡乱地在身上摸索，想要找个能求生攻击的东西。可我的口袋里除了那瓶没用的药水，别的什么都没有。恋爱脑药水应该对丧尸没用吧？算了，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听天由命吧。丧尸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似在考虑从什么位置下口。突然，他张嘴了。我说时迟那时快，拿出被抠掉盖子的药瓶塞进了他的嘴里，大拇指勾着他的下巴，用力一抬，咕噜，丧尸把药水咽了下去。他愣住了，看着我眨眨眼睛，又眨眨眼睛。我本想趁机挣脱他的怀抱逃跑，看到周围都是丧尸后，吓得危机意识启动，本能的往他怀里钻。好多丧尸！啊呀，妈妈！我吓出了颤音，眼泪说来就来。呜呜，我要死了，要被丧尸们咬死了！我还不想死啊，我还这么年轻，还没谈过恋爱呢。呜呜！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哭，好看！我立马止哭，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丧尸。刚刚是他在说话，等等，他怎么变成了一副痴汉丧尸脸？原本朦胧发白的眼睛怎么好像在冒粉色的光啊？下一秒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好美，好香，抱回家当老婆。他没张嘴说话，那我听到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丧尸一副痴汉脸，抱着我就跑。破案了，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他没张嘴说话，我听到的应该是他的心声。他抱着我跑，那群丧尸也跟着一起跑。我害怕极了，本能的抱着他，然后又听到了他的心声。我是有老婆的丧尸了，嘿嘿，抱老婆回家生小丧尸宝宝。老婆，老婆，老婆。我听着他的心声，越听越悚然。他把我当老婆了，还要带我回家生小丧尸宝宝。脑子里立马想到了那瓶强效恋爱脑药水，那瓶药水居然对丧尸有用。正愣之际，我又听到一句，刚好发情期要到了，老婆来的还真及时。我什么发情期？丧尸还有这个吗？等等，我贫瘠的大脑在思考，有关丧尸的电影和小说我也看过不少，有没有看到丧尸还有发情期的呀？那人都死了，都变成丧尸了，怎么还能有这种东西？我不理解，但大为震撼。抱我的丧尸突然停住，低头看着我，老婆好乖好安静，都不挣扎也不跑，看来他对我也是一见钟情嘞。我
谢邀。我不是安静，而是走了有一会儿。而且，你他妈身边围了上百只丧尸，我跑得出去吗？宝宝委屈，但宝宝不敢说，只敢在心里大吼大叫，好开心，好想吼2声。下一秒，他就仰头吼了2声，吼吼。周围的上百只丧尸也跟着仰头吼叫，吼吼吼。我瞪大眼睛，吓得浑身一颤，眼泪都出来了。我本能地拼命地往抱我的丧尸怀里钻，啊，好可怕！妈妈救我！丧尸立马抱住我，朝那些丧尸凶狠的龇牙发出震慑的嘶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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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叫？把我老婆都吓哭了。丧尸们立马缩起脖子，嘴巴闭紧不吼叫了。看来这是丧尸王啊！其他丧尸都怕他，只不过有只看着不太聪明的丧尸歪着头吼了2声，呵呵呵。丧尸王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拎起那只丧尸扔到了10米开外，嘶吼嘶吼嘶吼，你什么档次啊？还敢来教育我？我被丧尸王抱回了他的老巢，市中心钻石地段富人区的大别墅里。讲真的，人气到极致，真的很想找丧尸们理论一番。凭什么我们在末世艰难求生，躲躲藏藏，他们丧尸却住大别墅，睡柔软大床？凭什么？现在我也是住进了大别墅里。好消息，我没死。坏消息，丧尸王喝了强效恋爱脑药水，把我掳来当压寨老婆了。更坏的消息，丧尸王有发情期，要跟我生小丧尸。我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抱着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自己，听着面前丧尸王的心声，瑟瑟发抖。老婆好好看，眼睛好看，鼻子好看，嘴巴也好看，和老婆生的丧尸宝宝也一定很好看。丧尸宝宝要叫什么名字呢？丧尸尸，好难听，和隔壁城区的二傻子一样难听。对了，上次二傻子跟我炫耀他有2个老婆，发情期让2个老婆都怀上丧尸宝宝了。他还带着2个老婆一起嘲笑我没有老婆，是只单身狗丧尸。现在我有老婆了，也要带着老婆去嘲笑他，也在发情期让老婆怀上丧尸宝宝。二傻子丑，他老婆也丑，生的小丧尸肯定没我老婆好看。到时候我带着宝宝去气死他。生小丧尸，不行不行，生孩子我都不行，更别说是生小丧尸了。我一脸惊悚，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人话。我颤颤巍巍道：“要不你还是把我咬死吧。”丧尸王眼睛发白朦胧，瞳孔却有颗粉色的桃心。他歪着头，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老婆是在跟我说话吗？可我不叫小布啊，把钥匙给他又是什么意思？我什么小布？什么钥匙？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在和你说话。我说，要不你还是把我咬死吧。他眨了眨眼睛，似在思考。几秒后，他一副委屈脸。老婆和我说话，我听不懂怎么办？他为什么叫我小布啊？我不叫小布，也没有钥匙。我破案了。这个丧尸他听得懂人话，但他妈是个耳背的。我服了，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我说，你把我咬死吧。这下他听懂了，委屈脸消失，变成一张痴汉脸，嘿嘿一笑，掌心朝外，竖起食指和头一起左右摇晃。不摇，刚好发情期到了，要和老婆生小丧尸。我嘴比脑子快，脱口而出一句：我有宫寒，生不了。丧尸王愣住，一脸疑惑，为什么有宫寒不能生宝宝？这是什么禁止生宝宝的东西吗？那要去哪里办个准生证吗？神特么办个准生证！丧尸王的智商像是被病毒污染了，他不懂为什么丧尸生宝宝还要准生证，于是他出去问有经验的丧尸了，留我自己在偌大的别墅里。于是我打算开溜，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直愣愣地朝着大门口跑去。结果一打开门，人傻了，外头乌泱泱站着几十只丧尸，他们听到声音齐刷刷看了过来，那一张张脸毫无血色，狰狞的，腐烂的，五官缺失的。一瞬间，我汗毛耸立，肌肉绷紧，世界安静了几秒，像是触发了什么信号，又像是没了丧尸王的震撼。那些没有灵魂的丧尸闻到了活人的气息，突然暴躁发狂，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声，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尤其是离我最近的那只丧尸，还没跑呢，就先张开了血盆大口。我吓坏了，扭头就跑，结果脚走了，把鞋留在了原地，也顾不上那么多，光脚往里跑。丧尸们前仆后继地涌了进来，跑进来没几步就又跑了出去。我听到动静，扭头一看，就看到最后出去的那只丧尸还懂事地把门带上了。我看样子这是丧尸王的领地，他们不敢进来。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警惕地看着门外的丧尸，慢慢回去把自己的鞋捡了回来。之后我进别墅里抱了几个花瓶，扔到外面吸引丧尸的注意。他们循声扑过去，我趁机拎着菜刀往反方向跑。刚跑没多远，经过一个拐角时，一只丧尸迎面扑了过来。我猛然睁大眼睛，电光石火间，我一个潘州单走位成功躲开。然而那只丧尸撞上了路边一辆电动车，下一秒电动车的防盗警报被触发，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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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响起，我浑身一僵。周围的丧尸听到声音，立马朝我聚拢，吼吼吼！我大叫不好，拔腿赶紧跑。天杀的，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辆电动车呀？我真是服了。我在前面跑，丧尸们在后面追，我跑，他追，我不停地跑，他们紧追不舍，我跑不动了。于是我跑进了一栋没人的别墅里，藏进柜子里，等到天快黑了，外面的丧尸都走了，才赶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外面别墅区的内部街道上居然一只丧尸都看不到了，简直是天助我也！我赶紧寻找小区出口，刻意避开了丧尸王领地的方向，结果我转了很久都没找到出口。于是我猜测出口应该在丧尸王领地的方向。我犹豫了下，毅然决然地朝那里走去。必须离开这里，这里就是个狼窝，比外面危险太多了，何况还有一只丧尸王。10分钟后，我走到丧尸王别墅的附近，突然听到了那只丧尸王的心声：我老婆呢？我那么大一个老婆怎么跑了？调虎离山，调虎离山，这一定是他的调虎离山计。可恶，原来他一直在骗我，让我以为他也对我一见钟情。
等我对他放松警惕后支开我，趁机逃跑。果然，张无忌他妈说的对，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哥们，当我打出问号，不是我有问题，而是你有问题。我可没骗你，也没对你一见钟情，你理解出错了，怪我。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丧尸都被聚集到了这里。某只丧尸王正蹲在地上，用小树枝在地上画圈圈。我 emo 了。刚刚我去问二傻子哪里能办准生证，被他一顿嘲笑。他骂我才是傻子，说丧尸生崽根本不需要准生证。我气不过，就嘲笑他老婆丑，生的崽也丑，我老婆生的崽好看。我俩都约好了，等崽出生就比谁的丑。我牛皮都吹出去了，结果回来一看，老婆没了，天塌了。咱就是说，丧尸也有攀比心啊。等等，说不定我老婆没跑，是这些丧尸趁我不在把她吃了呢。蹲在地上的丧尸王突然站了起来，朝着丧尸群发出一声震慑的嘶吼。嘶吼！你们是不是把我老婆吃了？都把嘴张开，让我看看。丧尸们乖乖把嘴张开。丧尸王走过去看了看，不是你，下一个。说着，他揪起丧尸就扔了出去。那只丧尸飞出老远，刚好砸到了白天那辆电动车上。滴滴滴滴，好巧不巧，我刚好就站在这附近。所有丧尸齐刷刷看了过来，然后看到了我。于是，我被丧尸王抓回了别墅里。他将我抱到床上，然后坐在椅子上，气鼓鼓地瞪着我。哼，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跑了，我会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被目不转睛地盯了2个小时后，我和我的灵魂都感到如坐针毡，我受不了了。于是我试着跟他沟通，可他是个犟种，根本不听。我被盯得头皮发麻，干脆整个人都蒙进被子里，结果就睡着了。第二天我睁开眼，赫然看到丧尸王那张放大的脸，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差点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他有这个毅力，怪不得能当上丧尸王。我深吸一口气，决定使出一招美人计，冲着丧尸王大声喊道：我没有逃跑，我是出去找你去了。别问为什么大声喊，怕他耳背听不清。丧尸王睁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真的吗？他没有想要逃跑，是去找我了。好。丧尸王愣了一下，又吼了一声，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捏了捏自己的喉咙，艰难地发出声音：真的吗？这下换我愣住了，惊呆了。老铁，他居然能说人话，可能是他变成丧尸后长期不说话，不怎么会说话了，现在说话一卡一卡的。我点点头，继续睁眼说瞎话。真的，可我没找到你就又回来了。我要是想逃跑，怎么会回来呢？他眼睛亮了亮，肉眼可见的变得开心，粉色桃心一闪一闪的。他扑过来抱住我，左右摇晃。老婆没跑，老婆爱我，开心，老婆好香香，喜欢。丧尸王身上脏兮兮的，抱住我的一瞬间，一股难闻的味道钻入我的鼻腔，我顿时把王者商城的痛苦面具戴在了脸上，嫌弃的一把推开他，大声质问：你多少天没有洗澡了？丧尸王一怔，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我。老婆嫌我脏，也是，一身脏脏的我，怎么配得上香香软软的老婆呢？我去洗澡。丧尸王下床，径直朝浴室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住，万一老婆是在骗我，趁我洗澡想再次逃跑怎么办？我惊住，这丧尸智商进化了，我确实有这个打算。突然，丧尸王嘶吼了一声，别墅外面立马多了许多丧尸，他们一圈一圈，直接把整栋别墅围了起来。我完了，BBQ了。于是我觉得先取得丧尸王的信任，再想办法逃离。那个丧尸哥，我不跑，你去洗澡吧。丧尸王盯着我，动了动没有血色的唇。我叫陆玉，陆玉，这丧尸王的名字还挺好听的。我了然点头。好的，陆哥，叫陆玉，叫陆哥好难听。我立马改口。好的，陆玉，你快去洗澡吧，我不走。陆玉走进了浴室。没多久，里面就传来了水声。看来富人区的别墅是有独立蓄水池的。等我逃出去，也去寻找一处有蓄水池的房子生存。不知道过了多久，水声消失。突然，门被打开，我下意识望过去，猛然睁大眼睛，被眼前的画面震撼到了。天哪！脏兮兮的丧尸王洗干净后，好帅啊！眉眼冷漠漂亮，五官精致，嘴唇微抿，这嶙峋的喉结，平直的锁骨，恰到好处的肌肉。咕噜，我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眼睛继续下移，1块、2块、3块，足足有6块腹肌，还有人鱼线。剩下的被浴巾挡住了，看不到了。不得不说，这丧尸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处腐烂的地方。如果不是皮肤没有一点血色的灰白，完全看不出它是一只丧尸。平常就爱看点腹肌擦边男的我，自从末世后就再也没有过这种眼福了。如今看着面前的丧尸王，2颗眼珠子都要看直了。这要是人类，又对我恋爱脑，我都不敢想象我能吃的有多好。可惜了，我们物种不同，注定是不可能的。丧尸王陆玉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白衬衫、西服裤，简直要把我迷死。他再来抱我，我都不反抗了，甚至色胆包天的直接上手摸上了他的腹肌，手感真不错，就是有点凉，皮肤有点干燥。摸着摸着，我的肚子就响了，这才想起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好饿，好难受，感觉头晕眼花的。我小声嘀咕，好饿，感觉快要饿昏了。下一秒，老婆要2婚，和我吗？老婆结过1次婚了，和谁？那人死了吗？我居然不是老婆的第一个男人，我服了，这哥们耳背的毛病又犯了。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我说的是，我很饿，快要饿昏了。陆玉立马下床，动了动毫无血色的嘴唇。老婆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想吃肉。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现在一想到肉就疯狂分泌口水，馋得很。老婆想吃人，我这就去抓。陆玉立刻扭头，快速走到门口。我惊住，反应过来，下意识喊道：等等！话还没说完，陆玉就走了出去，把门关上了。我人都傻了，立马下床去追，结果打开门，根本看不到陆玉的身影。
1个小时后，房门被打开，陆玉肩膀上扛着一个人走了进来。看到我后，陆玉瞳孔的粉桃心闪了闪，颠颠的跑过来。他将肩膀上人放下来，献宝似的提溜着厚脖领子递到我面前。老婆，给你吃。老婆饿了想吃人，我抓来给她吃，她一定会夸我的。嘿嘿，老婆，老婆，老婆。我看着陆玉抬着下巴，一副求表扬的样子。看着被他提溜着的约莫20岁的男生，此刻就像被扼住后颈皮的小杰瑞，小脸惨白，惊惧地看着我，嘴唇抖了抖，颤颤巍巍说道：“别吃我！”我忍不住了，抓住陆玉的肩膀，疯狂摇晃。肉，我说的肉，是肉，不是人。陆玉，哦，可恶，我的耳朵怎么坏掉了？怎么就突然开始耳背了？不过老婆生气的时候真可爱，我好喜欢。陆玉一把将男生丢到了一旁，屁颠屁颠出去了。男生砰的一下撞到墙上，然后自由落地。男生蜷缩着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我礼貌问道：“那个，你没事吧？”他睁眼看向我，眼底满是探究。你是人还是丧尸？我人。他惊住，难以置信。你一个人类给丧尸王当老婆？我真诚回答：“我是被强行掳来的。”他眼睛一亮，从地上爬起来，对我发出邀请：“既然你是被强迫的呀，那你和我一起逃出去吧。我带你加入我们组建的安全基地。”安全基地听起来是好地方。我思考了下，点点头。好，那我们现在……他话还没说完，房门再次被打开。陆玉左手拿着一大坨鲜血淋漓的生肉，右手拎着一个袋子，迈着欢乐的步子朝我而来。眼瞅着他拿生肉的手动了，我立马脱口而出：“我不吃生肉。”陆玉顿住，嗖的一下将生肉扔到了窗外，然后把袋子递到了我面前。老婆饿，快吃！我打开一看，居然是几盒肉罐头和一包压缩饼干。我两眼放光，立马打开肉罐头，大口大口吃起来。陆玉一副痴汉脸，瞳孔里的桃心一闪一闪的。老婆吃东西的样子好可爱，好喜欢。这时旁边传来了肚子咕噜叫的声音，我这才想起这屋里还有一个人，扭头看去，就看到男生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肉罐头，嘴巴微张，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突然，陆玉龇牙凶狠地吼了一声，男生立马吓得缩到了角落，瑟瑟发抖。这个东西怎么还在这儿？他好丑，都影响到我老婆吃东西了，真讨厌！我要把他扔出去喂丧尸小弟。陆玉走过去，像拎小鸡仔似的把男生拎了起来。我立马开口说道：“别杀他！”陆玉愣住，看向我，他疑惑歪头：“老婆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难道老婆也对他一见钟情吗？可恶，更想把他丢出去喂丧尸了。”我不是大哥，你想多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救下我的盟友。脑子一抽，说了句：“别杀他，把他当宠物养吧。”男生立马求生欲拉满，疯狂点头：“对，把我当宠物养着吧，我是小狗，汪汪汪。”陆玉低头看他，朦胧灰白的眼睛像是有思想的漩涡。好，他将男生放下，走出房门。男生坐在地上，捂着胸口，长舒了口气，小命这算是保住了。很快，陆玉又回来了，手里居然拿着一根像是拴大型犬的锁链，项圈上还有一颗大大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在我们震惊的目光下，陆玉把项圈戴在了男生的脖子上，锁好，然后把锁链的另一头拴在了床角，拴完还拽了拽，确认牢固后才满意的点点头。拴好，不跑。男生看向我，一副惊呆了的表情，眼神似在问我，他怎么还知道养狗要拴好？我耸了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咱就是说，这个丧尸王的智商怎么忽高忽低的？丧尸王不仅知道养宠物要拴好，还知道要把宠物喂饱，把我吃剩下的一盒肉罐头喂给了他新养的宠物。男生饿极了，不管不顾，趴在地上就开吃。天黑后，陆玉出去了，我和男生开始交换信息。他叫林夕，原来是一名在校体育生。丧尸病毒爆发时，他刚好因为过敏没有出去，没死在第一波。之后，他一边寻找物资生存，一边等待官方救援。在出来寻找物资时，他被丧尸包围，被几个人类救了。于是他和那几个人类组队，建了一个安全基地。听到我昨天才被丧尸王抓来后，他意外极了，觉得我能在末世生存这么久，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其实并没有，我就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宅女。彩票中了20万后，就一直宅在家里，囤积大量的吃吃喝喝以及生活用品，等东西吃光，物品用光再出来采购。每次出来采购，经销商都以为我是开超市来进货的。病毒爆发后，我恐慌极了，开始省吃俭用，等待官方救援。结果一直没等到官方救援，出来寻找物资就被抓了。信息交换完，我和林夕开始研究他脖子上的项圈，发现那是一个特制的项圈，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就连上面的铃铛都摘不掉。他一动，铃铛就叮铃作响。如果他带着这个项圈逃跑，估计刚开始跑就会吸引一群丧尸扑过来。林夕说，夜晚我们不能出去，夜晚是丧尸的主场，丧尸会在晚上变得狂躁，动作更加敏捷。有些丧尸就是靠着夜晚咬人、吃人，渐渐提升能力，还会进化。丧尸王陆玉出去，估计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天，陆玉回来了，身上很脏，全是黑红的血，脸上也沾着干涸的血迹，隔老远都能闻到身上发臭的血腥气，手里还提着一个旅行包。他看到我后秒变一张痴汉脸，提着包颠颠的就跑了过来，又臭又腥的气味迎面而来。我表情骤变，我靠，你不要过来呀！我吓得立马一个翻滚，滚到了床的另一边。陆玉献宝似的抱着旅行包，眼底的粉色桃心一闪一闪的。老婆，肉，给你吃。我捏紧鼻子，接过背包后大声说道：“你好臭，快去洗澡。”好，去洗。说完他又颠颠的跑进了浴室。一旁的林夕惊呆了，问我：“他好听你的话呀？”我头一次看见丧尸有这么清晰的意识，还找人类当老婆的。他真的是丧尸吗？你看他那样，肯定是丧尸的。至于为什么会找人类当老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瓶强效恋爱脑药水。下一秒，林夕语出惊人：“他还出去给你找吃的哎，搞得我都有点想给丧尸王当老婆了。”哥们，你别太离谱，
陆玉洗完澡，把我跟宠物喂饱后，就爬到床上，掀开衣服，露出自己的腹肌。他一脸痴汉的看着我，小桃心一闪一闪的。老婆，来摸摸，老婆快来摸我，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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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我，摸我，摸我。假如他的身上有尾巴，现在一定在疯狂摇晃。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他的腹肌确实占满了我的眼睛。我心动了，想摸。这时，一旁的林夕突然说了句：“他在色诱你。”陆玉听到了，没耳背，朝他凶狠的龇牙吼了声，感觉不解气，又下床给了他一个大逼斗。狗不说话。林夕捂着头，委屈巴巴地点点头。随即，陆玉上床抱着我，他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腹肌上。老婆摸我，嗨嗨，既然他都叫我摸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看着陆玉那张漂亮精致的脸，摸着他的腹肌，心里不由得感慨，他要不是丧尸该多好。3天后，我和林夕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上，被丧尸王陆玉喂饱了。林夕打了个饱嗝，一脸满足，吃饱了。说实在的，自从末世后我都没吃饱过了，没想到给丧尸王当狗居然能吃饱。要不咱俩别跑了，我给丧尸王当狗，你给丧尸王当老婆，咱俩就这样过吧。我回想自己这几天的生活，睡着柔软舒适的大床，摸着帅气丧尸王的腹肌，渴了饿了有丧尸王投喂，确实挺好的。要是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这时，陆玉洗完澡出来，换上衣服就迫不及待来抱我。老婆，好香，喜欢。我盯着陆玉那张灰白漂亮的脸，再一次内心感慨，这要是个人，不是丧尸该有多好啊！下一瞬，今晚发情期，终于可以和老婆造丧尸宝宝了，好开心呀！我今晚一定好好努力，给老婆快乐，争取让老婆一下就怀上宝宝。我猛然睁大眼睛，我靠，我把这事儿忘了，跑，必须跑，趁天黑之前得赶紧跑。我把陆玉支出去，问林夕，我今天要跑，你跑不？林夕愣住，啊，今天就跑吗？那丧尸王对你挺好的，要不咱俩都别跑了呗？我瞥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丧尸王的发情期到了，我要不跑在劫难逃，那你留下吧，我自己跑。林夕一听，立马不淡定了。我靠！我之前亲眼看见过一只丧尸王突然发情，抓住另一只男丧尸救，那画面恶心的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一点东西。跑跑跑，我也跑，不然我怕丧尸王饥不择食对我也。我眼睛瞪得铜铃大，老天爷，我听到的是中文吗？前天我就拿到了林夕脖子上项圈的钥匙，但因为陆玉白天一直在别墅里，晚上才会出去，而晚上我们又不能出去，所以就没找到机会逃跑。今天听到陆玉的心声后，是无论如何都要跑了。这几天陆玉已经对我放松警惕，认为我不会逃跑了，和林夕达成一致，决定一起逃跑前往安全基地。等陆玉回来后，我就对陆玉说，陆玉，你能帮我带几件衣服回来吗？我的衣服脏了，但没有衣服换。陆玉一听，立马点点头，好，我去找。老婆，等我。我点点头，那你快去吧。陆玉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出去了，去给老婆找衣服，要漂亮的小裙子，老婆穿好看。等陆玉彻底离开后，我赶紧打开了林夕脖子上的项圈。林夕说，陆玉换下来还没扔的脏衣服上有他的气息，我们裹在身上，丧尸闻到同类的又是丧尸王的气息，不会攻击我们。于是我们两个就把陆玉找回来的吃的喝的都装进包里，裹着他的脏衣服走出了别墅。走到门口时，我还在犹豫，生怕他的方法不行，但看到林夕裹着衣服没有被丧尸攻击后，也跟着走了出去。走出丧尸的包围圈里，我们两个便开始往外跑，直奔出口。跑出富人区，林夕在路边找了一辆没有上锁还插着钥匙的汽车，带着我前往他所说的安全基地。2个月前还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荒凉一片，垃圾遍地，废弃的车辆挤满了公路，随处可见干涸的血迹和腐烂的尸体。路上我们见到了不少丧尸，他们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横冲直撞地扑过来，撞到车上。林夕踩大油门，直接撞向那些丧尸，车子与丧尸肉体撞击的砰砰声响起，那些丧尸直接被甩飞到另一边，车子突突的。我抓紧安全带，神经高度紧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脑子里却在循环播放没断网之前自己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杀丧尸的教学视频。丧尸的弱点是头部，把头砍掉或者破坏丧尸脑子里的晶核就能杀死他。我之前按照教程砍死过一只在我家门外徘徊的丧尸，但就杀过那一个。面对那么多前仆后继涌上来的丧尸，我心里慌了一批。1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林夕口中的安全基地，但基地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些生活痕迹。林夕，看来他们转移了地方。我看向他，下意识问道，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觉得那只丧尸王很喜欢你，发现你逃跑后一定会找你。他顿了下，所以我们趁现在赶快离开 A 城。对了，我们去 S 城，我听队长说过要转移到 S 城去。我点点头，好。我们重新回到车上，林夕发动车子驶向 S 城方向。出城后，我通过后视镜与这座我生活了20几年的城市做无声的告别，脑子里莫名回想起了陆玉那张灰白漂亮的脸。如果他发现我逃跑了，一定会很生气吧？平心而论，他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100依100顺。都说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如果他不是丧尸，而是人类，我想我一定会爱上他的。其实抛开物种不谈，他要是没有发情期，我倒也不是不能接受，但他有，还想让我给他生丧尸宝宝，这谁能接受啊？ A 城距离 S 城有1000多公里，我们白天开车赶路，天黑之前就寻找建筑或者房屋过夜，天亮之后再驱车继续走。一路上并不顺利，先是遇到一波尸潮，将车子撞得多处塌陷，挡风玻璃破裂，之后车子又彻底坏掉，我和林夕只能步行。好在公路上丧尸并不多，林夕趁机教我实战如何快速高效地砍杀丧尸。我们一路走一路杀，相互扶持，遇到村庄或者荒废的服务区就进去搜寻物资。找到新的车子后，继续驱车前往 S 城，中途又遇到隧道坍塌，只能绕道而行。终于在20天后，我们成功地到达了 S 城。幸运的是，我们刚到 S 城就遇到了几个幸存者，说来也巧，他们正是林夕认识的人。于是我和林夕跟随他们去了安全基地，基地里有不到30个人，
其中身强力壮的男性占1/3，另外2/3里有几个年轻姑娘、中年妇女和小孩，还有几名老人。他们看到林夕回来后并没有什么表现，但看到我都一副不欢迎的态度。其中有个妇女瞥了我一眼，难听的话说来就来，又来一个分物资的。本来现在物资就少，多一张嘴我们就要少分一点物资。另一个小姑娘跟着附和，就是队长能不能多就点有用的人啊，净带回来一些没用的娇滴滴的小女生。我没说话，仔细打量小姑娘，看一眼就知道是一张纯手工捏的脸，下巴很尖，嘟嘟唇，皮肤偏黑，看我的眼神满是嫉妒和敌意。我知道漠视是泯灭人性的开始，受到恶意很正常，但我不懂他嫉妒我什么。我看向队长，主动说道，我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女生，可以跟你们一起出去寻找物资。林夕这时也帮我说话，对，我们一路相互帮衬，多肉姐杀了不少丧尸呢，她可以和我一起组队出去寻找物资。队长点点头，应承道，好，既然这样，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听到队长这样说，其他人也没再说什么。就这样，我留在了基地里，平时就按照基地里的轮流制，和林夕一起外出寻找物资。时间一晃而过，1个月后，我和林夕浑身抹满丧尸血，掩盖气息，伪装成丧尸外出寻找物资时，碰上一群丧尸狗。我们以为会像之前一样，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同类，可这次我们的伪装失效了。丧尸狗们闻到我们身上的气味后，不仅没有把我们当成同类，反而对我们紧追不舍。我们躲进一个仓库后，他们就全部堵在门口，不发动进攻，也不咬我们。我和林夕意识到这些丧尸狗是有一定智慧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丧尸狗想干嘛。就在疑惑之际，门外传来动静，下一秒门被大力破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我和林夕顿时瞪大了眼睛，是陆玉。他一身黑色西装裤，干净整洁的白色衬衫，眼睛变成和正常人一样的黑色，瞳孔的桃心还在，漂亮灰白的脸上蒙上浓重的阴质，看上去整个人不是整个尸都阴暗化了。陆玉一瞬不瞬地看着我，一股危险气息扑面而来。终于抓到你了。S 城区内某富人区别墅，俊美高大的丧尸王坐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眼底的桃心像是被蒙上一层阴影，平添了几分诡谲与危险。左手紧握着一根锁链，锁链的另一头拴着林夕。和陆玉对视的那一刻，我的灵魂都在战栗，两腿都在打颤。救命！这下是要彻底BBQ了。陆玉眼睛微垂，死死地盯着我的双腿，嗓音阴冷，老婆，既然你那么喜欢跑，那我把你的腿打断好不好？我吓得小脸惨白，腿一软，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生理眼泪也被吓得夺眶而出。下一秒，该死，怎么就吓哭了，还下跪了？我没想打断老婆腿的，我就是想吓唬她，让她别再跑了。我一愣，错愕地抬头，看到陆玉表面上一副冷漠的丧尸，实际上心里不对，他一定又在骗我。美人计，一定是美人计。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不会再被这个坏女人骗了。我要打断她的腿，把她关进笼子里。突然，陆玉腾的一下站起身，我吓得心里一惊，强大的求生本能让我抱紧了她的腿，大声喊道：我错了，我以后乖乖的，再也不逃跑了，别打断我的腿，求你了，现在连医院都没有，我会疼死的。我眼泪汪汪的仰头看着她，可怜兮兮道：我很怕疼的。陆玉依旧没什么表情，可她心里却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也不想上当，可她是我最喜欢的老婆呀。看到老婆可怜兮兮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我眼睛一亮，立马觉得有戏，又挤了挤眼睛，掉出2颗小珍珠，刚想乘胜追击，就被陆玉抱了起来。他将我放到沙发上，蹲下身，奶凶的质问我：你为什么要跑，要离开我？我小嘴一瘪，小声说：因为我怕死。你要我给你生丧尸宝宝，生宝宝我会死的。陆玉显然不信，语气更加生气：你不要骗我了，生宝宝怎么会死？可恶，他又想骗我，骗我都不找个好的理由，生宝宝怎么会死？二傻子的老婆生丧尸宝宝就没死。我嘴角抽了抽，不是哥们，丧尸本来就死了，生宝宝肯定不会死。可我是人啊，人怎么能生丧尸宝宝？就是生人类宝宝，没有医院也会有生命危险的呀。于是我真诚地跟他解释，我们物种不同，不能怀孕生宝宝。陆玉一听炸了，我总不同，我发情期还没到你就跑了，我怎么捅？一瞬间我愣住了，大脑宕机，反应过来后我裂开了。耳背，谁家牛逼哄哄的丧尸王耳背呀？能不能找个丧尸医院给治耳背的毛病呢？我无语凝噎，咬牙切齿地解释，是物种不同，我是人类，你是丧尸，人类不能怀丧尸的宝宝，就像狗不能怀人类的宝宝一样，这个你懂吧？陆玉眨了眨眼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就算跨越物种，我怀了你的宝宝，可人类生宝宝是要有医院的，现在医院都被毁了，人类生宝宝会难产，会死的。如果我怀了你的宝宝难产死了，连丧尸都变不成，丧尸会把我的尸体吃掉。陆玉想也没想就说，谁敢吃你，我撕了谁。不是哥们，重点是这个吗？我深吸一口气，耐着性子又说，就算丧尸没有吃我的尸体，那我也会变成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我不想变成这样，所以我才会逃跑的。陆玉没说话，似在思考。老婆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哎，我也不想老婆变成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那我还是不让老婆给我生丧尸宝宝了吧？那我现在要原谅老婆吗？不行，才不要原谅她，有问题她明明可以跟我沟通，却选择逃跑，我绝不能这么轻易就原谅她。她气鼓鼓地冲着我说，你明明可以跟我说这些，可你却选择逃跑，我是不会就这样原谅你的。还有，她顿了下，指着一旁的林夕又说道，你跑就算了，居然还带走了我们一起养的狗。林夕那表情像是在说谢邀，感觉有被冒犯到，我整个人惊呆了。天哪，这就是恋爱脑的魅力吗？好可爱，有点想谈了。这时林夕弱弱地说了句，要不咱仨把日子过好算了。陆玉又炸了，又委屈又凶巴巴道，你看到没有，狗都知道让我们把日子过好，你却不知道，你这个坏女人，怎么有种我是个渣女的即视感？我悟了，立马点头，好，我保证不跑了，以后我们3个好好把日子过好，行吗？陆玉，我才不会相信你呢。
说着，他将我拦腰抱起，上楼进了一间卧室，又走进浴室里。他将我放下，你身上脏死了，洗干净。我愣住，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啊，你帮我洗吗？陆玉别扭地转过身上，不帮，你自己洗。那你出去啊。陆玉，不出，万一你又跑了怎么办？你出去，我不跑，我不信，我不出。我好脾气地又哄道，乖宝宝，你在门口等我好不好？我保证真的不跑，你相信我好不好？陆玉眨了眨眼睛，眼底粉色的桃心莫名可爱。虽然我很不相信他，可是他叫我宝宝哎，那再相信他一次吧。陆玉故作凶狠道，我就在门口，你不许逃跑。我点点头，好好好，我不跑。宝宝你真乖。陆玉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啊哈，他又叫我宝宝了。老婆叫我宝宝，好好听，好喜欢。我是老婆的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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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他真的好可爱呀。洗完澡后，我刚意识到没有换洗的衣服，陆玉就在外面敲门，语气别别扭扭的。你洗好了没有？洗好了，但是我好像没有衣服穿。话音刚落，门突然被打开一条缝，陆玉将一件干净漂亮的衣服递了过来，还有一件内衣，那穿上吧。我果断接过来，发现刚好是我的尺码，立马穿上。出来后，陆玉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好漂亮。果然，漂亮的小裙子就要给漂亮的老婆穿，我以后要多给老婆找漂亮的小裙子穿。陆玉内心疯狂夸赞，没有温度的嘴巴说的却是，哼，你穿小裙子一点都不好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像一个幼稚的小孩，又傲娇又可爱，好戳我。之后，陆玉就像之前那样，怕我逃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刻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就连我上厕所，他都要跟着进卫生间，我让他出去，他都不愿意，生怕我会从马桶里钻出去。我又是软磨硬泡，又是叫宝宝的，才哄他出去，在门外等。结果上完厕所发现没有纸，尴尬了。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喊陆玉，陆玉，厕所里没有纸。陆玉一听，凶巴巴地打开了门，大吼，不许吃屎，臭！我人都傻眼了，赶紧扯下一旁的浴巾挡在身前，咬牙切齿吼道，卫生纸，厕所里没有卫生纸，你这个耳背的丧尸！陆玉一秒熄火，干巴巴地哦了声，然后出去拿了一卷纸给我。等我出去后，就看到他坐在一旁，心里嘀咕，好烦，为什么别的丧尸都不耳背，就我耳背？我耳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好？耳背的丧尸王自闭了。晚上，耳背的丧尸王洗完澡后穿条裤子，赤着上身躺在床上，一边看着我，一边在心里碎碎念，老婆看到我的胸肌、腹肌，一定会来摸我吧？好想被老婆摸摸呀。老婆怎么还不来摸我？我都快等着急了。老婆，老婆，老婆，摸我，摸摸我。看我还没动，耳背的丧尸王又开始琢磨，老婆难道不喜欢我的身体了吗？难道是我的腹肌不好看，吸引不了老婆吗？那我以后还能怎么留住老婆呀？嗨嗨，其实腹肌好看的，很诱人。我的眼睛已经粘在了他的腹肌上，就是该死的矜持上了。不过矜持摸不着腹肌，那我还是不矜持了。我立马伸手摸了上去，嗨嗨，手感好绝，我疯狂心动，嘴角的弧度 AKA 都压不住。正摸得起劲时，陆玉突然抱住了我，嗓音低低的，透着几分委屈，老婆，我好喜欢你，你别逃跑了好不好？这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又加快跳动。糟糕，我好像对丧尸王心动了。我和林夕又过上了被丧尸王喂养的生活，才知道原来陆玉并不吃人或者动物的血肉，而是吃丧尸的精核充饥。因为眼睛的变化，我们猜测它应该是进化了。有了前车之鉴，陆玉控制了几百只丧尸在别墅的外面，一圈一圈形成堡垒一般。别墅的院子里还有几十只有一定智慧的丧尸狗，除了他自己，别人出不去也进不来。不过这段时间我和林夕压根没打算逃跑，毕竟被投喂能吃饱，谁要出去担惊受怕，躲躲藏藏，忍饥挨饿。林夕吃饱后躺在地上，随口问我，丧尸王发情期快到了，咱还跑吗？要不想办法先跑，等他发情期过了再回来。说来也巧，陆玉刚好在门外听到了这话，他推门进来，一脸愤怒地给了林夕几个大逼斗，打完还把他牵出去拴在了外面。陆玉再回来抱着我凶巴巴道，不许跑，不许听坏狗的。我拍了拍他的后背，好好好，我不跑。陆玉撇了撇嘴，委屈又可怜，老婆，我好喜欢你，你别不要我，我发情期自己解决，不和你生宝宝，你别走。我的心里顿时软得一塌糊涂，看来我真的对陆玉动心了，怎么能不动心呢？奶凶奶凶的恋爱脑丧尸王，虽然有点耳背，但真的超级可爱。既然喜欢，那就说出来。于是我对陆玉说，我也喜欢你，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不会再逃跑了。陆玉的眼睛亮了，粉色的桃心一闪一闪的。真的吗？老婆真的也喜欢我？我点点头，真的喜欢你，给丧尸王当老婆也不是不行，毕竟也没有几个人的喜欢能像他这样拿得出手。全文完。